上回说到，悟空拿出看家本领，变身超级赛亚人3与魔人布欧展开战斗。拥有强悍力量的超级赛亚人3与魔人布欧打了个5-5开。魔人布欧利用自身特殊的身形优势，将悟空给裹进身体中，身体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将悟空越裹越紧，动弹不得。悟空也不客气，用气强行震破了布欧，然后狠揍布欧2拳。布欧用气功弹予以回应，悟空用拳头将气功弹逐个击飞。可特南克斯还在原地不动，悟空急得头大，没办法，只能再拖延一些时间了。布欧发动攻击，悟空不再与其纠缠，闪现后退，一边拖延时间保存体力，一边吸引布欧远离城镇。待拖得差不多了，悟空凌空一脚将布欧的五官揣进了脑子里。布欧憋了一口气，五官 biu 的一下弹出来。这个体质真的很方便，不用担心被打成骨折重伤，肉搏几乎无敌。悟空靠近布欧，在他 Q 弹的肚子上重拳出击，健忘不住的提醒悟空要节制自己的能量，否则待在地球上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悟空则越打越兴奋，我甚至感觉悟空已经不单单是为了拖延时间而战斗，大概是许久没碰到这么强的对手，战斗激情被唤醒，他现在完全沉浸在打斗之中，难以自拔。布欧抡出手臂攻击悟空，悟空发动龟派气功，在布欧的肚子上打出了一个洞。布欧完全没事，但龟派气功已经被他掌握。布欧发出龟派气功攻击悟空，悟空一拳头将气功波反弹回去，布欧随手一打，气功波弹向巴菲迪，幸亏巴菲迪反应快，要不然就得化为灰烬。魔人布欧多少有一些蓄意谋杀的嫌疑。剑王神认为悟空未必能打赢魔人布欧，要想战胜布欧，必须要用我这把玄铁剑王神剑。反正这把剑必须要出镜，要不然彰显不出它的价值。悟饭吃力的挥舞长剑，努力学习自创剑法，通过刻苦的修炼，很快便把这玄铁重剑耍得得心应手。西部布马家，特南克斯找不到龙珠雷达，急得满头大汗，而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却十分淡定，反正也找不到，不如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吃个点心。特南克斯头都大了，用不了多久，西部城市就会被摧毁，找不到龙珠雷达，意味着被杀的人无法复活。布马的妈妈依然笑眯眯，原来不能复活了呀，那还是挺糟糕的。天神殿的布马脑袋突然灵光了，特南克斯找不到龙珠雷达是有原因的，因为龙珠雷达根本不在家里，而是在自己的飞行器上。克林等人听完表示很赞，你这个队友真的很靠谱，把我们耍得一愣一愣的。幸亏悟空不知道，否则一定会赶回天神殿，把布马的眉毛扯下来。事不宜迟，应该立刻通知特南克斯。布马作为大富豪，出门竟然不带移动电话，关键时刻还是孙家人靠谱。李迪里掏出自己的摩托罗拉3200，布马立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将这一情况告诉给特南克斯。外祖父一听，原来是找飞机啊，早说嘛！他从万能胶囊里变化出了飞机。特南克斯仔细寻找一番，果真找到了龙珠雷达。此地不宜久留，特南克斯来不及挥手再见，腾空而起飞走了。悟空发觉特南克斯的气已经开始移动，猜测他已经顺利的找到了龙珠雷达。悟空不再恋战，解除超级赛亚人形态。布欧还意犹未尽，悟空告诉巴菲迪，短笛特南克斯5天，2天之后一定会出现，在那之前不要再做无谓的杀戮。巴菲迪当然不肯答应，他准备在悟空离开后就动身前往西部城市，将那里全部摧毁。悟空转而用心理战术攻向布欧，如果不能等待2天，就错失了和高手战斗的机会，真可惜。魔人布欧好不容易有个精彩的仗可以打，末了悟空还意味深长地对巴菲迪说，如果你下地狱了，我会拜托阎王让你少受一点酷刑。悟空说完瞬间移动回到了天神殿。巴菲迪见悟空跑了，大骂魔人布欧是个笨蛋肥猪，命令魔人布欧立刻找到孙悟空将他杀死。魔人布欧再也忍受不了被这种小跳蚤支配，杀意正浓。巴菲迪却还在一边跳脚挑衅。魔人布欧悄悄靠近巴菲迪，一把掐住他的喉咙，把小跳蚤拎了起来。小跳蚤巴菲迪两只牙签腿胡蹬乱踢，张大了嘴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这下子你再也说不出来可以把我封印起来的咒语了吧？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事情，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去死吧，你这笨蛋！魔人布欧举起和巴菲迪脑袋差不多大的拳头，一拳头下去，巴菲迪就变成了爆浆豆腐。魔人布欧将巴菲迪的尸体丢出去，用气功弹将他炸个粉碎。从此，魔人布欧再也无需看任何人的脸色办事，成了一个无拘无束、潇洒快活的小朋友。悟空发现巴菲迪的气消失了，正如他所料的那样，魔人布欧与巴菲迪的塑料情谊彻底破裂。魔人布欧真的动手了。得知巴菲迪已死，布马几人很惊喜。如此一来，地球的危机是不是解除了？
悟空认为没那么简单。魔人布欧虽然像小孩子一样，但他一出生就遇到了巴菲迪这种恶棍。原本单纯的魔人布欧被灌输的全是残暴和屠杀的念头，现在魔人布欧根本不会做别的事儿，只会杀戮与破坏。不可能，他还会把地球留下，因为魔人布欧正期待2天后与悟空口中的高手过招。这件事儿引起了布欧很大的兴趣，也就是说，特南克斯和雾天要在2天之内掌握合体术，否则损失无法估量。单纯的杀戮已经让魔人布欧觉得疲劳和枯燥，他逢人就问自己帅不帅。帅这个字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的，明明巴菲迪就不帅，也不可能讨论关于帅的话题。一个被魔人布欧吓得精神几乎崩溃的女子，声称魔人布欧简直帅出天际。但是魔人布欧想要劫个色的时候，女子却厉声拒绝了他，这让魔人布欧很愤怒。你的大大的不诚实，良心大大的坏。魔人布欧在城市闹够了，来到乡下散心。村民们光是听见魔人布欧4个字，就已经吓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魔人布欧用魔法将村民们变成粘土，接着深吸一口气，将整个村庄踏平，然后用粘土给自己造了一个可以说相声的小剧场和一个可以睡觉的房间。睡醒了之后，魔人布欧继续出门找城市破坏。悟空紧皱眉头，脸上满是汗水。自己的阳间停留的时间只剩下1小时，必须立刻将合体术传授给熊孩子们。占卜婆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她纠正悟空，不是1小时，是30分钟。你的阳间的时间剩下最后30分钟，收拾收拾东西，准备上路吧。然而此时特南克斯还在路上，这里我要吐槽下，悟空可以直接瞬间移动去接应特南克斯啊！在等待特南克斯的时间里，短笛问出了自己的心中的疑惑：如果悟空开启超级赛亚人3全攻略，应该可以将布欧打倒，为何不试一试？悟空回答道：我原本是一个已经不存在于世上的人了，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儿。这个问题应该交给活着的人去想办法才对。如果我把魔人布欧打倒了，以后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厉害的家伙出现。悟空决定将地球的未来赌在特南克斯和雾天的身上，虽然有点冒险，但这2个孩子都是习武的天才，悟空相信他们2个不会输。从悟空与贝吉塔交手到说出这番话，可以看出悟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纳美克星时的武痴了。那时的悟空就像现在的魔人布欧，以挑战强大的对手为乐趣。现在的悟空经过地府的修行，似乎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一种一代宗师的境界。短笛沉下脸来，想到悟饭，他心中一阵惋惜。他拜托悟空到地府后，如果看到悟饭，记得帮他带个好。悟空告诉短笛，悟饭死去时最遗憾的应该就是再也没办法见到你。悟饭最喜欢的就是你了，孙家大保姆。特南克斯终于在悟空耗尽所有时间之前回到了天神殿，带回龙珠雷达。经过悟空变身超赛3与魔人布欧一战，2个熊孩子对悟空刮目相看，再没了几小时前的轻视。现在的悟空在他们眼里就如同顶天立地的巨人一样，光芒万丈，伟岸高大。对悟空的话，他们言听计从，认真谦虚地配合悟空的合体训练。话不多说，合体训练这次真的要开始了。在平衡2人气息的基础上，悟空传授了2人一套简短的广播体操，这便是合体的动作要领。体操整体上没有什么难度，唯一的难度就是动作过于滑稽，一般要脸的人恐怕无法掌握。只有像金九特工队这类以滑稽为美的另类，才能迅速领会到合体术其中的精髓。这一点上，悟天还差了点，悟饭一定会做得很好。为了给熊孩子更直观的演示合体术体操，悟空将旁边的吃瓜群众短笛强拉过来表演。短笛表示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屈辱，贝吉塔的嘲讽与之相比简直弱爆了。短笛红着脸和悟空演示一遍，擦了擦头上的汗，紧张到无法呼吸。悟空，你刚刚说要和贝吉塔一起试试这一招吧？我想就算贝吉塔活着，他也应该不会想跟你练这个。我觉得死对他来说应该更容易一些。特南克斯与雾天观看了一遍后，大概掌握了动作要领，尝试着去练习。悟空站在一边充当动作指导。此时悟空在阳间的时间只剩下15分钟。琪琪因为失去大儿子过于悲伤，还没有恢复意识。如果琪琪在15分钟之内不能醒来，那么她将再一次失去老公。合体术的动作很乏味，而且一次次的失败让2个熊孩子很扫兴。特南克斯直言，这个合体术动作真的太丑了，比起这种东西，不如让我们看一看超级赛亚人3。如果我们能变身成超赛3，那岂不是很厉害？悟空向熊孩子强调了合体术的重要性。这个动作虽然丑，但是真的很厉害，只有合体才有机会打败魔人布欧。2个熊孩子听得很认真，深受教育。悟空看到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于是决定将最后的时间拿出来变身超赛3，让2个熊孩子高兴一下。
特南克斯与雾天真的很有天赋，看过的招式他们很快便能掌握。悟空这个暖心的举动成就了雾天克斯后来的超级赛亚人3，他是继悟空之后第2个掌握超级赛亚人3的人。悟空蓄力变身，整个天神殿都在摇晃，两个熊孩子直呼厉害。短笛看得目瞪口呆，这次的变身迅速耗尽了悟空最后的时间。占卜婆婆催促悟空该走了，一天的长假已经结束了。悟空嘱咐熊孩子一定要认真练习合体术，然后与短笛郑重地做了道别。后面要拜托你了，短笛。我想他们两个明天一定会完成合体的，现在能教他们的就只有你了。临走前，琪琪突然惊醒，跑出房间与悟空紧紧相拥。悟空，你要我怎么办？悟饭他也。悟空安慰琪琪，不用担心，还有雾天在身边，只要能学会合体术，一定不输魔人布欧。悟空转身将要离开，雾天上前一步，欲言又止。悟空经琪琪提醒，才突然明白，自从雾天出生，从来没见过父亲，而这一天短暂的相聚，也马上要分别。悟空抱起雾天，对他说：“以后要照顾好妈妈。”伤感的别离之后，悟空随占卜婆婆慢慢消失在空中。他挥挥手，带着潇洒和乐观离开了。再见了，诸位，要保重。等你们死了以后，我们再见。本期内容就是这些。悟空走了，魔人布欧还在进行无休止的破坏。为阻止魔人布欧的暴行，悟饭、悟天、特南克斯都在努力修行，提升力量。下一期，合体超人悟天克斯诞生，看魔人布欧如何应对新的超级战士。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